整天就一直坐在这个马上。哇，有时候总是不太了解为什么在伊斯兰的这个餐厅啊，总是色彩这么多变啊！哇，今天吃这一餐摩洛哥的风味餐呢，其实我还觉得很特别哦。哇，好多小菜哦，一堆啊合并在一起，有如满汉全席一般啊。当然这个绝对不是让你吃的觉得烈烤鼻吧。风味餐呢，不可能我们从小吃到大不会有任何一个餐食能够抵得上你的从小到大习惯的属于自己的那个口味这是有一点难处的啦但是呢，总是这样能够走到国外品尝一下当地的食物呢，总是能够带给自己很不一样的美好回忆。吃完午餐，我们再走出来，又继续逛这个菲斯古城了。沿着阿特拉斯山这旁边呢，丰富的河谷，令人神往的城市菲斯，在这里曾经签订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菲斯条约，也是摩洛哥人难忘的一个耻辱我们先讲菲斯这个摩洛哥古老的王都，也是伊斯兰的文化中心之一。在8世纪末的时候，由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伊德利斯建立这个灰褐色、淡黄色的房屋呢，就穿梭在菲斯古城9400多条的小街道上面从费兹河两岸向上延伸，拥有300多座的清真寺在这里。这里除了自然的造化，人类杰出的智慧，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这里的华美的宫殿、曲折弯道、小巷、庄严的清真寺，这些街道令人，你知道吗？天方夜谭里面的城市就这了菲斯的神秘呢，不在于哪一个点，在于它每一个点，它的老城，即是麦迪那区麦迪那这个词也可以指任何伊斯兰城镇的古老城区，所以那么卡萨布兰卡有麦迪那，在哪里在这个整个摩洛哥的很多城市，拉巴特啦，很多地方都有麦迪那。麦迪那指的阿拉伯语就是老城菲斯的麦迪那是一座建于9世纪的老城，就我们现在走进来，你看这些城这些古老的房子，为了被维修，你给看的话，定这个音给那我们进来的呢，优雅的喷泉、曲折的小路、狭窄的街道、传统的房屋、喧闹的市集，在起亚啦、卖物件啦、行啦，高清规条这真正真的小看，让你分心一下我跟你讲，不是找无爸爸妈妈找无你的领队，找无你的导游这个所在嘛是阿拉伯世界内底保存了上完整、最完好的古代城区，总共有非常长的城墙围绕着。那这一些地方呢，也见证了这个历史的城镇。菲斯老城的中央，气象宏伟的阿尔开茹安清真寺，在菲斯伊斯兰世界当中的卓越的地位，某种程度来说，就由这一座建筑物所奠定起来的，也是北非最大的清真寺，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学图书馆内藏有各类的伊斯兰教图书几十万册在这边珍贵的手抄本就有8000多册。所以这边川流不息的信徒，他们这个清真寺的喷泉洗涤，脱了鞋子排队走进由270根柱子所组成的清凉白林里面，这里面可以供给2万人以上的这个人做礼拜场面非常的壮观据曾经进去过的历史学家说看到了这个场面的人都讶异到说不出话来而这个地方呢，我们没去了因为为什么？光逛这个菲斯的古城呢，就已经快来不及了摩洛哥在我们这一趟的西普摩当中呢，是最后一个点了。你看这上呢，都用这个手推车，因为在这里我前面有说到了在这里面呢9000多条的老街小巷里面呢，你怎么去找到你8世纪末就开始了你看这厝这里可以所以他们进来的你要找到属于
现代化的城市呢还不太容易哦。那在这里面，在走的时候呢，我们也只有短短的4-5天的时间在摩洛哥哈，没有办法很痛快的把这整个摩洛哥走得非常的完整啊，只走了它其中一小块啊，包括蓝色城市等等啊哈。那这个古非呢，古城菲斯呢，在非洲西北角的摩洛哥王国，又称为叫做北非王国哦。有贯穿了整个阿特勒沙山脉啊，你看看这老灰啊哈，就带有一点东海滨的显暖，因为最早法国统治过这边嘛啊，所以我说整个菲斯兰，你看最上面的这个天花板哈，那个是因为怕太热的调节的啊，还有这个采光这个网子形状的啊，真的这里面有太多值得一游的地方。摩洛哥是一个非常值得神秘探究的地方，我们如果有机会，真的找个时间来看看不一样的北非情怀，神秘的摩洛哥。在摩洛哥人心中，1000年的历史，菲斯是他们心目当中最崇拜、最信仰，也是最古老、最神圣的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走到它的这个最古老的大学去，但是我们走到外围看一看了。你看啊，这行啊，走到最后你自己在哪，你自己都不知道哈。所以啊，对游客。爱好好行哦。而在这里面呢，大部分的街道你要对啦，我都把汽车基本都塞袂对吧？所以当今内底上济是啥货？上济就是那个手推车啊、三轮车啊，像咱呢，咱做投注的一种三轮的哈，啊不就是这个一个铁车子啊，细港的哈，什么店都有啦，就在这9000多条的这个巷子里面了，9000多条啦，真的哇！你要说太扯了吗？应该是。太令人啧称奇了哈！菲斯的老城区就建在13世纪的穆哈德王朝的城墙当中，走入这个现存在全世界最大的中世纪的阿拉伯城市，真的哈！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大学啊，它其中的一侧啊，就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今天继续在这个菲斯老城里面走哈，这个时间点呢。驴子还没出门呢哈，有时候呢，驴子一出门呢，还会让你啧称奇啊。那这里呢，拥有北非最大的清真寺，这只是其中一个大学图书馆的长册啊。从这里面进去，但是我们不是伊斯兰教教徒，我们是不能进去的啊。个继续对这条街路看卖哦。
相传这个摩洛哥的第一个君主伊德里斯一世在公元8世纪建国的时候，发现了摩洛哥一个区域，唱这个斧头他将这个区域呢取名叫做 Fes， 阿拉伯语金斧头的意思这个金斧头就是现今的菲斯菲斯位于西元808年兴建，是在这么多的摩洛哥的古老城镇当中最古老的一个那尤其是这里蜂巢型的皮形大染坊与中世纪味道的老城区，在摩洛哥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其中我们将去看看菲斯古城最有名也是臭名远播的皮革染制厂走在菲斯大街，当然你看不到随地的金斧头也不是铸造金银工具而著名，但是你绝对看得到满街在卖皮革的商店，这些皮革也用驴子来载它，各式各样的真皮皮带、小至散装包、大袋小袋拢有，甲欧洲比起来，过来100块的皮包加20几块、30几块，真俗。就拥有这种在是什么彩我记不记这里黑啦，不是彩它可以散掉这个皮革的味道而这种天然的染法呢，在皮革业这里的染缸拥有着1000年染缸，你能相信吗？古人以各种动物如牛啦、骆驼啦、白鸽的粪便进去做皮跟皮毛软化皮革的工序，到现在摩洛哥的菲斯人依旧是用人的手在户外的大染缸，以双脚在浸满阿莫尼亚的这个粪便池里面，就是用什么白鸽子啦、牛啦、骆驼不断的践踏皮革，好几个小时来处理皮革。为什么？在欧洲人力是最贵的才来到了摩洛哥呢，哇塞，机器才是最贵的这些皮臭味在这里面呢，臭到让你必须拿那个叫什么叶子来散掉的味道亲自感受一下有多臭，你自己来好了好不好？但是呢，可以看得到这个1000年这么久就留下来的皮质作业你觉得呢？尤其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旧城小巷当中呢，你知道吗？你看看，就是这些哇，这就是历史你看了有人看了赶快要走步，这叫做历史环游世界的是这样嘛，你看你没看过，了解你没了解过的东西，而且这皮呢，你讲这行你根本都无可能在过了100担、过了1000担的行路，所以一件物件行路就爱靠什么驴子，用驴子呢来这个运送这些的皮革制品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在这里的驴子啦当然我们就来到了菲斯古城里面来吃上一餐，不吃还看上一碗很别具特色的摩洛哥的风味跟不能说舞蹈，音乐秀场这里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你看进来总是有富丽堂皇的感觉在这种地方毕竟它还没有那么的发达，也不能说是先进国家，所以在这边它目前招待观光客的地方就来得非常的好
有的是欧美人士，很多人喜欢这种特色的风味啊。在这里面呢，你可以享尽了很多的豪华的餐食，虽然对我们来讲呢，不会挺加来哈，但是你看看这样子，他把很多旧式的宫殿，以前可能是喝雅郎刀哦，而且这个有皇室们的这一种一些厅啊，一些住宅啦，就把它拿来呢，变成了什么？稍微呢装修了一下啊，当然不是装修天花板，而是帮它洗白一下哈，留下了像这样子的特色的地方，伊斯兰风味、摩洛哥风味，就在这种餐厅里面用上餐食，真棒啊，真的很棒啊！在这边吃饭，感受到这古老的气氛，这真的很难得可以感受得到，很难得可以体会得到。听着这里的音乐，看着这里一切的这一种景色，总是令人觉得很棒，真的很棒。因为真正伤为特殊啊哈，所以我行起来顶悬哈，佮坐落下骹哈，去顶悬咱翕落哈，咱的团体算是较早来哈。其实拄仔咧食饭呢，其实无遐早啊，大部分拢7、8点了后才开始哈，7点半就做吼，我是8点开始食饭吼。咱无法度啦，咱亚洲人吼，食饭的时间拢较早吼，较顾身体吼。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哈，所以这个整体感觉呢。没有办法，但是入境随俗了，还是得等一下，没关系。我们先上桌，有的先上桌，他先上菜还是招待。你看这一路上几乎没有看到亚洲来，甚至台湾的团体很特别哈。希望这一趟介绍完摩洛哥之后，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这个摩洛哥奇幻的城市哦。在咱们这个内底呢，吃喝喝看看呐哈，吃喝喝看看啊。今天我们还是住在菲斯哈，明天我们将离开这个古老的城镇啊。其实当我回来以后，在录制这个摩洛哥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但在我
旅游这么多国家当中，其实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来摩洛哥但是还是很喜欢我觉得旅游的是呢要看永远都是不一样的物件不一样的文化，增广你的见闻，打开你的心智所以对我来讲，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值得喝彩的地方。哇，你看这些阿杜仔、阿多啊有没有他们很高兴的就在这边呢跳着舞啊。阿多啊拢较大风啦风俗民情不上相港那继续咱贵港了继续又让我们北飞摩洛哥，我们从菲斯一路呢要开回到它的摩洛哥首都叫做拉巴特再顺便走到它的旅游大城卡萨布兰卡那中间还是会经过一些城镇、一些清真寺。而摩洛哥最主要的经济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叫旅游业、渔业跟磷酸矿的出口那摩洛哥在许多方面呢是依靠外来的资助，法国是它的第2大的援助国，西班牙是它第1大的援助国，帮助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缓慢那当然了，你注意看西班牙的边啊嘛伊嘛是上接近欧洲的非洲的大陆嘛包括伊去有这个法国甲通敌过所以这个更不用讲了陆路交通比较发达那在这里呢拥有很长的公路。你看这是给咱的导游你看穿了安尼他今天就穿了呢标准的传统式的盖良式的伊斯兰教的这个衣服所以呢它其实这个是伊斯兰教是改良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因应当地的气候跟地形那摩洛哥80%的居民呢是柏柏尔人的后裔巴文吉在混血所以在这边呢你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其实它还没有很进化，它的文盲率还很高达了30%加母语是阿拉伯语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呢使用的就是我说的法语跟西班牙语，99%拢是穆斯林所以他们这里所在你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跟浓厚的伊斯兰教的风格，但是却经过了欧化以后的这也就是它比较独特的地方。而这里呢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呢就是1993年8月落成的哈桑2世清真寺，坐落在卡萨布兰卡的大西洋的海边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也是什么世界的3大清真寺第一在哪？麦加不用讲了，还有呢埃及的阿兹哈尔清真寺，这是世界第3大的清真寺，但是它的设备先进却是第1名的我们之后从这个小镇离开之后，我们将前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途中路过的其中的一个市集啊，你看看这里的人呐，也这个头巾包起来，跟他的警察是不是有别于我们所了解到的伊斯兰啊？这个就是标准的北非风情啊，所以奥德利·赫本你有看过之前有一些好莱坞的影星所演过的一些北非谍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影片啊，都可以看到他们所包裹的这个头巾啊，其实跟阿拉伯很类似，但是又有一点不同。它所指的也就是这么浪漫的地方啊，北非的摩洛哥。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经过的小市集，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它传统的市集，菜市啊啦，一粒杯瓜米干啦，盖一个小巷道啦，转一转之后啊，我们就准备，你看这些因为架的菜其实是什么菜啊？家己嘛看无当地当地你讲有中文无啦，无什么名，给你翻译中文的啦那了的时阵呢，咱就继续来到拉巴特。那我们现在呢，从这个地方经过中道等，咱跟他中道等他们家架前往什么骑兵队，也是穆罕默德五世陵寝他前面的皇家骑兵队。一整天就一直坐在这个马上。是。穆罕默德五世陵寝这个是前国王哈桑二世的父亲，他在1961年过世奠基在1962年开始修建了，1971年把它完工起来以及外口面你所看的这个叫做皇家骑兵队那当今来的呢用这个意大利的代理酒来给砌起来注定了做成这个金字塔形非常的豪华想当然而你来到这边呢，所看到的也就是都是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东西了这里面呢，两侧分列着哈桑二世跟他的弟弟阿卜杜拉亲王的墓然后藏有呢阿维王朝历代君主还有武士的遗物这里面拥有了非常多的这种历史史库跟资料那穆罕默德五世的陵寝呢，我们刚前面有看到骑着马的这个卫兵他们也把它叫做皇家骑兵队所以这个地方有看到了而且呢外面呢也是他的哈桑塔，有没有看到这底下就是了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穆罕默德五世了OK， 我看到不你看对金顶广告看了去有看到了看到这一切看到这一幕了，不是这一切哇，你看呢，上面这个顶端的地方就要用了什么星星、月亮，有没有象征的阿拉的世界？有吧？这个是国王哈桑二世的父亲在1961年、1962年、1971年这3个时代意大利的大理石建成的你看看底下永远都有人要为他们诵经在这里面里面的这个穹顶用的呢还是这个红木跟雪松所做成的，做水的啦这来得给我阿拉伯的文书法彩色的瓷片你看，今麦给我人带2经做祷告文
真的今嘛你台湾哦，搅变鬼哈，这个很怪哈。有时候历史就是历史哈，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有时候会觉得哈，在国外呢，历史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哈。台湾人好像很害怕看到过去跟历史哈，有时候会这么觉得啦哈。其实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哈。OK， 来我们看到外面有没有看到哈？这个外面呢，其实呢，入口处这个叫做什么？这一个呢，哈桑大清真寺是北非最大的清真寺了哈。这里呢，有312根大石柱呢是存留下来的，建在12世纪。这个广场长183米，宽139米，毁于17世纪。一场呢，以这个什么里斯本哦，西班牙里斯本为正中央的著名的大地震，把它震垮了哈。现在这些柱子却留了下来哦，代表我逃刚刚了哦，很厉害。它叫做哈桑纪念塔，哈桑塔哈。OK， 哇，很快速的。拉巴特是它的首都，所以呢，它可看的东西呢，不会来得像其他的旧城古迹区来的那么多。那我们现在一转眼之间呢，我们进入到了卡萨布兰卡。哇，听到这个名称呢，好像这首歌呢，不给它放一下呢，总是很难过哦。卡萨布兰卡这个名称呢，我想北非谍影呢，绝对哈，是一部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是让人家认识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哈。1942年的美国的爱情电影，世界上最成功的经典之一哈，还荣获了1944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奖哦。这个等恋爱角色剧情主题曲呢，变成了一种文化标志，它被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101部电影啊，北非谍影夺冠啊。那这个主演呢，是由英格丽宝曼，还有这个 Paul Henley 这几个哈，我想老一辈的人应该都知道哈。他在1942年的时候上映的哈，他呢，把影片的设置在二战当中受维奇法国控制的摩洛哥城市卡萨布兰卡啊，意思就是白屋啊，阿拉伯呢叫达尔贝达啊。这部影片呢是一部爱情电影啊，虽然呢这部影片呢宣扬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呢，但是呢巧合的是呢，当时的这个盟军呢在前一周刚好进入北非并侵占了卡萨布兰卡啊。那由于啊是一部爱情电影啊，你就知道了，不胫而走，歌啊、影片啊、摩洛哥的这个地名啊，就不胫而走了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那么有名的原因来自这边啊。而你看一部伟大的剧作流传这么久的时间了，所以很多人常讲啊，小王你拍这个好像没什么，怎么会没什么其实你细细去品味不管多年来最起码我个人我跟你干嘛讲我每一部影集啊，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但是呢，我每一部片真的我其实都还蛮用心拍的包含有时候自己带自己拍，甚至有时候呢你们没看到的时候我也在拍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接受，每一个人都觉得好每一个人都觉得拍得很好但是呢，可以证明的一件事情是，我最起码没偷懒的我都用心的想把这些东西呢变成你们心目当中的永垂不朽。也希望呢每一个人呢来到这边呢都能够看得到你看这里像不像前面的这个叫蓝色小镇啊舍夫萨万摩洛哥这个地方呢，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老城这个老城呢都叫做麦迪娜最有特色的东西呢，卡萨布兰卡当然也有现代的摩洛哥的 mall 但是呢来到这边呢，你还是可以看看这一个城市当中阿拉伯聚居区，他们自己也知道那个舍夫萨万的美所以在这边也仿照了舍夫萨万的这个作为虽然没有那么广大，但是呢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彩色的城市一般在这里就是这么的不同，就是这么的特别那在这里又走在这个卡萨布兰卡的城镇当中，好像蓝色小镇，但不同的是麦迪娜旧城区的旁边就是大西洋，所以一个是蓝色小镇在山中，一个是在大西洋旁边，位于哪里？位于卡萨布兰卡，这也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咯。所以啦，就在这里面
让你感受到这个以颜色著称彩色的城市这里不管是隐身在哪一个区块当中，总是让人的非常的觉得美丽啊，目眩神迷啊，真的在这里面还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有空啊其实我们可以来这一个摩洛哥走一走不管是摩洛哥的全境也好啦还是说呢这个摩洛哥的北非单点旅游啦几个城市旅游都可以带给你不同的感受有没有看看现任国王哈山2世的王宫建在18世纪因为不能够游客进去，那这旁边是他的这个公车他公车的破破烂烂这个城市看起来是如此啦但实际上又有一点乱中有序虽然看了以后呢，很多人会觉得怎么那么落后？我常讲你哪看到人落后你就要感念自己现在生活的地方，对不对就我常讲的你看看这里这个门有没有？你看他们急着要开门要上去，有没有？这个不是抢劫是这些学生下课的想上去但是呢公车也不开门，是为何？因为很简单，不是在公车站牌嘛所以来停你公车还不鸟他那路上呢最多的是宾士车，但这些宾士车呢大概比我年纪都还大，40-50年以上你看人口非常的多。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卡萨布兰卡的城市中心你看看交通各方面我觉得它呈现一种乱中有序。我常讲如果你很有钱，没有这些没有钱的，如何显现出你的有钱，对不对？所以卖跨廊笼卖跨廊散价，就会觉得瞧不起人家，就这种心态呢，非常，我个人觉得非常要不得啦，我也不是很喜欢最后，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3大清真寺的其中一个哈桑2世清真寺。它不是最大，但怎么可能？因为它不会比麦加大，但它是最先进的一个清真寺。它这一切里面全面性的用电脑化来控制它。这个地方是由摩洛哥国王哈桑2世发起并捐资筹建的，在耗资了6亿美元盖起来的，就在壮观的大西洋旁边。哈桑2世清真寺，我们今天来加拍谁？他不知道是说是国王还是皇室在里面做礼拜，所以我们根本进都进不去。摩洛哥最大的清真寺，世界唯一在海上的清真寺，哈桑2世清真寺是少数对非穆斯林开放的清真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进去的但是不要得里比是给那皇室来到这个地方，那不要得里比。
来到卡萨布兰卡，我们没有进去没关系啊，门口拍拍照也好哈，最起码我们来过了。那个清真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哈桑二世清真寺哈。那我们现在走到沿海旁边来看看这一个哈桑二世清真寺哈。这里面这一趟有非常多的老朋友大哥大姐来支持着我们啊。在摩洛哥我们 run 了几个城市之后呢，已经越来越接近尾声了啊，越来越接近我们回家的路上。你看这沿路旁边是不是都有这一种我说的北非电影的感觉呀？要不要再去租那一块片？不知道你租得到租不到。但是呢，希望借由这个节目呢，能够介绍全世界更多美好的地方，更多好玩的地方，给大家看看世界的不同。但是要跟大家讲的是讲哦，有当下杀出来肯定的加特殊，有当下杀出来肯定加特别。我懂哈，我知道很多人想去，但有时候没有办法。毕竟在这个市场上啊。还是很多人是以价钱为第一个优先考量的哈，并不是以快乐并不是以快乐，或是以就是我说过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以旅游为一个心态来真正我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常常还是把旅游当做一个商品了，所以我当下去挂顶顶呢，我没有办法完成它哈。但是无论如何呢，每一个人嘛，鱼与熊掌呢，兼有人要，不可兼得之外呢，吃肉的也有，吃菜的也有，什么样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由选择啊。我们还是会努力推展出各式各样不同观光旅游景点，世界上各个不一样的地方。总使不是每一次都推得成，总使不是每一次都很多人，但是只要有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存在，只要你打开电视在收看我们的电视，只要你用手机每天在看着我们的电视节目的人，我永远都还是说谢谢你们啊！这一趟的北非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作为的一个终点，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热情的拉丁，经典的北非。